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有一种坚持，和这个看脸的世界对峙。真实成为了奢侈，虚假却自以为是，连快乐都是疼痛的姿势，却还成为了历史。完美是种常识，每个人都努力更加精致。不管世界多放肆，我知道我的名字，生活的意义远不止如此。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，真实的百无禁忌，虚假的请回避，因为我就是唯一中的唯一，要做真实的自己，绝不会轻言放弃。这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，也许并不够美丽，但请好好珍惜。我愿意与你写下爱的奇迹，无论欢笑与哭泣，只要一路上有你。喂，连总，董事长召开紧急会议，请您回公司一趟。好，知道了。今天召开这个临时会议，是为了解决一桩悬案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公司在临海度假村这个项目上投标失利。我首先要做一下自我检讨。作为董事长的我，难辞其咎。但我掌握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次中标的是宏达公司，在调查宏达公司的股东名单时，我注意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那就是程立英。2002年，赵总成立的伟庆实业有限公司，程立英是公司法人。2009年，赵总成立的雄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程立英又列为公司董事。这个程立英如此全面地深入到和赵总有关的公司当中。赵总，您能解释一下您和程立英之间的关系吗？董事长，她是我前妻的妹妹，但是6年前我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些业务那都是我跟前妻离婚前她介入的，之后就再没什么联系了。你们之间有没有联系，对我们来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和中标公司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赵总，这一点您无法否认吧？董事长，您处心积虑、兴师动众地搞什么这个商业调查，想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吧？这本来就是事实。老赵啊，你这是在挖墙脚啊！赵总，这个事儿啊，您真要给个说法？哎呀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各位董事，谁能告诉我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王导，您告诉我，念什么呀？耻，廉耻的耻。这么多年，
我给欧诺赚了多少钱啊？可是你们呢？一到了年底就跑我这儿要分红，有谁跟我赵前明说过一个谢字啊？哎呀，现在欧诺出事儿了，这一个个都蹦出来，拿屎盆子往我身上扣。你们可真是会见风使舵呀，还有点廉耻之心吧？哎，老赵，大家也都是着急，没有人故意的去怀疑你或者是歪曲你。这个事情嘛，毕竟是董事长亲自抓的项目，所以说嘛，要高度重视。好一个董事长亲自抓的，高度重视好啊。那怀疑的就不应该是我一个人。这么多人不怀疑，怎么就偏偏怀疑到我头上来了？项目组从一开始就是封闭式管理，不可能有外泄的机会。手机上交，连上厕所都是2个人一起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问题？那董事长您呢？您也像其他人一样被封闭管理了吗？也没有和外界联系吗？当然没有。董事长太健忘了，那我就提醒你一句，你虽然没离开公司半步，但是在投标前的几个小时，有一个人找过你，你作何解释？无话可说了吧？当天晚上，不只有一个人看到过。哦，是，还真有这么回事儿。那天我刚好也在公司，有一个小姑娘过来送电脑，听说还跟保安吵起来了，最后打电话到我这里，才被放行上去。董事长，这个环节既然这么重要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请大厦的保安人员把监控录像调一下，让各位董事也看一下，事情到底出在谁的身上。董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我朋友，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什么叫封闭管理啊？董事长，还需要我向你解释一下吗？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事实的真相。那么我们董事长在质问我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呢？还有，我现在有3个问题想请问董事长。第一，你的朋友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时间段内来到公司？第二，你的电脑里一定有关于本次投标的资料，电脑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随便离身，那么对于这场投标还有什么机密性可言呢？第三，董事长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录像，他以送电脑的名义进去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谁能保证你有没有把东西交给他，透露标书的最新进展呢？我电脑一直是不离身的，只是在竞标的前几天，身体比较累，所以就无意间落在了朋友的工作室。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让你的朋友跑了一趟，里应外合，不露痕迹。几个小时以后，欧诺就在这场投标中铩羽而归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精明能干的欧诺董事长啊！各位，如果大家想看到事实的话，
这就是事实。真是想不到。说完了？你也说完了？好啊，真热闹啊！自相残杀，欧诺所有的高层全都在这间会议室里，叫一个保安过来，在这儿过来看监控，当着员工你们不嫌丢人？如果这件事情各位都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的话，就都先冷静冷静，缓一阵儿。还有什么证据吗？有了再开会吧。我先走了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回去整理一下思绪。董事会延迟再开。英树，我不想说话。听我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懊恼，但是你现在生气能解决问题吗？赵前明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一个老狐狸，谁不知道？就连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只要遇到跟他有关的事情，都会三思而后行的，更何况你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不能着急，要从长计议，知道吗？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他干的，还弄到我的头上。Grace， 你说有他这样的吗？我恨不得咬死他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跟他有关的，不过换一个角度，如果你没有给他抓到把柄，没有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他也说不出来什么，对吗？好了，欧诺也不差这一单生意，你现在先不要生气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当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就不要再发生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她就是我一普通的朋友，在泰哲那里打工，碰巧我的电脑落在她那儿了，她就过来给我送电脑而已。真的吗 ？Grace。OK，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好吧？我相信你，一定会处理好的。Hands up！ 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你饿吗？要不要出去吃个宵夜啊？宵什么夜？他给我上班呢。你要饿的话，我请你吃关东煮。不用了，萧婷，那个……你说什么呢？赶紧，别慢慢吞吞的。我们店长看我看得可紧了。萧婷，那天你给我送电脑，你还记得吗？啊。我电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，可能泄露了。真的假的？要不要紧啊？挺重要的，所以我希望你帮忙想一想，你从工作室把电脑送到我这儿，这段路途当中，真的没有其他人碰过吗？真没有啊。所以，你觉得是我碰过是吗？萧婷，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问一下。那天我是碰过你的电脑，但是我并没有打开过它，
除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人再碰过你的电脑。除此之外，您还有任何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先进去了。小婷，我只是问一问。您从第一天认识我起就把我当贼，到现在为止，您都没有改变过这个想法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这个朋友我真的交不起了。不好意思，少爷，我要先干活了。老板，来方便啊，不加了。哎，好的。叶师傅，小婷，喂，这么晚才下班啊？也真的是巧，每次看到你都是我最不开心的时候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？是啊是啊，缘分嘛。怎么了？又不开心了？哎，先生，你的面好了。哦，这。哎，刚才一个认识我的人，也算是朋友吧，专门跑到我上班的地方去质问我说，我是不是偷了他们公司的机密文件之类的东西？拍电影呢，机密文件哈。嘿，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在爬窗户，不怀疑你怀疑谁啊？听着跟说书似的，还蛮有意思的。但我来深圳以后都不知道第几次说是被偷东西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妈生我的时候肯定没有算好时辰。凭什么要这么怀疑你呢？啊，凭什么这么冤枉人呢？就是嘛。其实叶师傅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了，因为这段时间你肯定已经被我的苦水给淹了。我真的比救我还冤。没事了，没事啊。大不了坐车的时候你多给我5块钱当苦水费啦。哎，要不要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帮你分析分析啦。好啊。那天我们老板在工作室收片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打电话过来说电脑好像丢在我们工作室了，让我们给他送过去。然后老板忙没时间，就是让我送过去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了。亲姐之亲吗？说不定你的朋友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啊，是不是你太敏感了？也许了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挺脆弱的，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亲人之间，都经常很难去理解彼此。就好像这偌大的深圳，在这晚上也只有跟你才能这样吃吃面，说说话，聊聊天。别太相信我。走啦。走啊。坐好啊。
关于临海项目这件事情呢，我这儿倒有点新的材料，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在投标的前一天晚上凌晨10分，我们欧诺停电了近10分钟。这件事情有谁记得吗？有这事儿，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，因为当时我睡着了。其他项目组的成员干嘛呢？也都睡着了，是吧？可门是锁着的。门是锁着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说的问题现在才来。Lucy， 为了调查这件事情，我去了电力公司，调取了10几年来欧诺的停电记录。大家猜猜，欧诺上一次停电在什么时候？3年前。3年前，欧诺公司停电过一次，还是因为正常的电力系统检修。为什么突然在投标的前一晚上，欧诺又停电了呢？大家都会以为是电力事故，不，我也查了，是被人拉了闸。这么看起来的话，大家怀疑的事情一点都没错，欧诺确实有内鬼，这件事情是被人为捣乱的。所以，当天晚上停电期间留在欧诺的所有人都会有嫌疑，只要没有不在场证明，每一个人都是嫌疑人，也包括我自己。那天晚上我也在办公室看文件，看得太晚了，我也睡着了。翁总好像也在吧？我那天是在公司，但我是因为心疼殷树，我想陪陪他。你不会是怀疑到我这儿了吧？连总说的有道理啊，我和董事长呢，那只是明面上，暗地里你们谁又能说明白自己是完全无辜清白的呢？说的也对啊，别说其他人了，就连我们被关在董事长办公室的4个人也全都睡着了。睡着的时候有什么人来过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但我们很多人在公司里加班，怎么查呀？那既然是这样，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再追究了。好啊，我同意于总说的，临海项目这件事情对欧诺已经造成损失了。如果从现在开始，大家还都抓住这件事情不放，只会让我们更加不信任。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这件事情力求自保，还要举证他人。我想这个带来的损失，要比那些钱对于欧诺更加惨重吧。这件事情上，连总是个明白人，我赵前明佩服。那现在，我就向董事长道个歉。我们也都是为了查明真相，对事不对人。董事长，别放在心上。董事长，这件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吧？我还想提醒一下那个内鬼，欧诺吃亏上当只会有一次，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。散会吧。哟，看，这是谁来了呀 ？Lucky， 叫干爹啊！好不容易带他出来透透气，你稍微收敛点，别吓着人家孩子。你说你亲爹都能带你出来遛弯了，心情肯定是不错喽。英叔那边怎么样啊？跟我们预料的一样，扛不住事儿。这份文件放这儿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不签？
什么文件？急吗？看都不看就签啊？啊？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签吧。英叔，我对你的严厉，是想让你快速的成长，不想让你在一次打击之下就一蹶不振。哎，老赵，你昨天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跟那连胜一唱一和起来了？我哪是一唱一和呀？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老赵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。真不懂啊？连胜是铁了心的，想把这件事情不了了之。那么我呢，也见好就收。真要是彻查下去，查出来我和我老婆是假离婚，这些年都是他和他妹妹替我持股，真查出来，哼，我也不好过。你要不要了之，这我能理解。可是这连胜，我们都知道，以他的脾气，这种事情他肯定咬死了不放，一查到底啊。没错。一开始呢，我也觉得裘英树针对的是我，后来我也怀疑过于佳杰，有可能是他们裘家联手对付我。但是昨天的会上，让我彻底的明白了一件事：能想出这招的，能跟我赵前明对抗的，从来就只有一个人。你不会是说连胜？他昨天在董事会迫切地宣布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说句实话，我也大跌眼镜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他，裘英树，只不过是他牺牲的一颗棋子。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两败俱伤，一手遮天呢？那照你这么说，这连胜的城府也太深了吧？他的绰号是什么？华尔街之狼。城府不深，手段不狠，他怎么可能走到今天？那我们家那个小总裁还把他当个宝呢。他何止吃的是你那个宝贝外甥啊！迟早有一天，他会把我们都吃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他既然找上门来，咱们肯定不能怵，那就正面迎战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那现在我选的这个颜色呢，和它的肤色很接近。大家看这个妆容啊，我们还是在考虑妆容当中一个通透性这样的问题。那我们在整个颜色色牌当中做选择，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，可能在早上并没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个精致的妆容。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5分钟的快速妆容方式。首先呢，在于底妆这样一个部分，其次就是眼线。眼线我们要确定哈，是线条的流畅性和延展感。最后的呢是这个唇彩。早上火急火燎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选用唇膏，我们用唇彩，不但可以提亮自己，还能使这一天呢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色。这就是5分钟的一个快速妆容方法。谢谢大家。我在艺术学院教造型课，过来听啊。真的啊？那你等我，等我赚够了钱就过来找你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先忙。
拿酒单来。哟，现在都混成服务员了啊？就算之前我解释是刺激过你，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对我吧？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哎，停！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再敢欺负陶小婷，我绝对不放过你！我正好憋了一肚子火，没地方撒。哎，走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意思。想不到你还挺能打的呀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拳击高手，有师傅的人。那我也有个师傅啊。你看啊，左右左右，我师傅就这么教我的。你这师傅有点意思。哎，那个刚才这个你帮我赔了多少钱啊？没多少钱。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，就请我吃宵夜喽。没问题啊，但你再撑会儿呗。干嘛？我还有一份工要打。什么？还有？嗯。你下班了，天都亮了。请你喝早茶去。好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请我吃早茶吗？我等了你一个晚上，你就拿这个地方来打发我？我说吃早茶就是这种地方嘛。那我有多少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既然去那些地方，我肯定去不了。哎，你就将就得了，坐吧。老板，2碗馄饨，2杯豆浆。好，来了。干嘛那么累啊？一个晚上打2份工，白天还要在泰哲那里工作，加一起能赚多少钱？你不要命了？我要学造型课呀，但学费又太贵了。馄饨来了。你说我要是不干那么多活的话，哪来那么多钱啊？慢点吃啊。你早说呀！要多少钱？我借给你。打住！这话再聊下去，咱这饭就别吃了。要不然你来我公司吧，我公司正在大规模招聘，工作也不累，还有5险1金，也有培训，总比你一口气打3份工要好吧？你可以上网看看，想要什么工作告诉我，就当是我上次误会你，和刚才搅黄你的工作对你的补偿吧。那我勉强考虑一下。老板，领钱。好啦，
但这事儿得先说好了，我不需要你开后门，我要凭自己的实力应聘进去。好，祝你应聘成功。干杯！干杯！老板，哎，起这么早？萧婷买的爱心早餐，我就叫子涵啦。子涵，吃饭啦！哎呦，陶小婷又来这一套，吃都堵不上你的嘴。老板回来啦！啊，老板，打完球累了吧？喝点豆浆吧，老板。怎么了，老板？啊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房东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下个月要涨房租，而且价格非常的高。你们也知道，咱们摄影棚3天拍照2天休息的，根本负担不起。所以，我想是否能在其他方面可以节省一下开支。老板，该不会是这个月工资没了吧？我信用卡刚刚刷爆，老板救命啊！不是工资的事儿啊，也算是工资的事儿吧。你们2个人的工资，我可能只能负担1个人了。老板，我走吧。啊不，我的意思是，陶小婷，要不说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？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有自知之明。老板，其实我也知道我在这挺多余的，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的，所以这些天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却有一件事儿，能不能再多收留我几天？我只要找到地方，马上搬出去，不给你添麻烦。不，其实我想留的人是老板，我觉得就这么定了吧。小挺他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刘子涵，你老板，都说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还年轻，没关系，有的是机会。如果你真的能让我再多住几天，我就别无他求了。下一位，王丽。我来了。谢谢。下一位，陶小挺到。你带镜子了吗？带镜子干嘛呀？你拿出来看一下自己的脸，和素面朝天有什么区别？学历不符合，专业呢也不对口，又没有工作经验，你觉得你来应聘公关部专员这个职位合适吗？我们公司要招聘的是美容顾问，你连自己的美都无法展现，你怎么把美传递给顾客？我基础好，能力也强，给我一点时间，
我一定能胜任的。咱们这儿可不是学习的地方，是讲究效率的地方。这个不合适没有关系啊。策划那边怎么样？你会做策划文案吗？策划商业活动呢？ PPT 呢？从保湿到美白到抗衰老等等。行了，别往下说了，没有一句是你自己的理解。你要知道的是，我们的品牌是国际一线品牌，深邃的眼睛、迷人的眼线、性感的双唇，是我们对美容顾问的基本要求。我们要求我们的每一个销售人员都具有模特和品牌代言的条件。总之一句话。 不是你，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啊，陈主管，我们后勤部呢需要增设一个部门，需要6个人的名额，你帮我留意一下。这个招聘已经开始了，您这边临时增设的话，恐怕不太符合程序吧？啊，具体要求呢在这儿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继续。 下一位，黄多多，到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被录取了。在灵魂深处。